你知道台北市公车都很难坐到位置。显化这个有点太没有，因为我是想要，因为大的目标，对，那跟我想要有停车位有什么不一样？我是 Sever，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如何显化你的一切祈求。好，我想要问一下金桃姨，你有听过秘密这本书吗？有，我有看过，那你记不太住内容。那你知道就是这个秘密的这本书里面其实有提到那个吸引力法则，对不对？那里面它也有介绍说我们利用吸引力法则其实是能够显化一些，有些人是想要财富啊，有些人是想要情感上面好的追求，然后都可以得到一些他想要的结果。但是你在生活中真的有发现这么容易吗？不容易，但它事实上我自己的经验是它真的会发生。以前有一个很有趣的经验，我想要试试看有没有吸引力法则的部分，我把它用在坐公车上。哦，对，因为我你是等不到公车吗？不是，因为我现在你知道台北市公车都很难坐到位置。显化这个有点太……没有，因为我是想要，因为大的目标，对。那跟我想要有停车位有什么不一样？对，所以我真的试过。我觉得对我来说，好像当下是小事是可以，小事可以，但是我到现在大事都不行。对，我也想要有钱。对，但是到目前为止，你看我还在这里就知道，所以我那个还没有成功过。可是你的座位通常是先做什么才有办法吸引到你某个阿嬷就走了吗？走了，就我的意思说你下车啦。没有啊，没有，就是通常我要坐的那一台车都是非常的拥挤，连上去的时候都会卡在门口这样子。对，然后我那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吸引力法则最主要就是我们必须要相信这件事情会成功嘛。对，所以我那时候还没有看到车来之前，我心里在默想了一遍，就是先想象出一个场景，就是我上去的时候，虽然整个车子都站满人，但是在最后一排的靠窗会有一个位置，然后但是没有人走过去，他都被挤在前面，对，那也没有人就是想要坐进去这样子。你知道吗？很神奇的是，我上去的时候虽然卡在门口，但远远我就看到说那边真的有一个空位。但你有做到吗？有啊，我就毫不迟疑的就给他说借过，就去坐在那个位置。对，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是小事是可以了。但大部分的人都想要大事吧？对，大部分人应该是不想要，只是有位置坐。就像我每次来这边如果开车的话，我都会因为这边太难停车了，对，我就快到的时候我就会说是菩萨给我一个停车位，但每次来真的都有，我觉得那是菩萨的保佑。对，就是神迹。但后来我又想想，就是老是把菩萨用在这种地方有点很害羞。就是对，你怎么把菩萨请来？只是帮你找个位置，多走一点是会怎样？这么懒？对，所以你觉得这是你显化出来的？我觉得，但我觉得一部分我会认为是因为我们的意念，就是我真的很想，很希望这件事情，而且我相信，为什么钱没有办法那么快就是显化？很多时候是我们不相信我们赚得到这么多钱，会不会是这样子？有可能，因为就对自己的没信心。因为公车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就是用力想，有你就当赚到，没有就算了嘛。对，你的得失心相对没有那么重，对不对？可是钱，就是工作这件事情，就会有我付出多少，有没有
成效，我就会有相对你就会看到那个会觉得有一种挫折感，相对你就开始没信心等等的。对，而且有时候我觉得意念这种力量有时候是很难去怎么样看到嘛，就是说你虽然知道说我们需要意念，但是有时候就常常会因为一件事情你就会失去了信心。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比如说我们想要去东京迪士尼玩，这是我想要的东西，但是我可能前一秒这样子很期待，可是下一秒我就想说哦天哪，对，门票很贵，那我就是岔去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当你有一个比较正面的想法之后，可能另外一件事情当下你的条件或是你对质疑，那你就没有办法让你直接你的意念一直往那个目标，你就会另外一个把你拉反方向的这样子的一个质疑。知道有一个实验，就是我现在跟你说你不要想大象，你大概这辈子上一次想到大象的时间大概是10年前或者几十年前，但我现在跟你一讲，你马上脑子里就有大象的画面。对，所以我们越想要什么东西，其实你应该是越来越确定去想说我要什么。因为其实我只能说我不要穷，我不要累，我不想这么多工作，我不想要家里离工作很远，你都是不要的话，其实你的脑子里还是都只有这些不要的东西。因为你其实对于你要的东西是空的，其实是你是不知道是什么的。所以好像我们如果想要显化，相对你要知道是说我要达到这个东西，我要做什么。而且你刚刚讲了一个重点是我不要，我不要，你就是一直在重复一个负面的能量，就是我不要，就是一个或是我不行啊。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吸引力法则很难显化我们的祈求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没有所谓的专注力，就是一旦我们下定决心想要祈求什么东西，你就是打从心里相信你能够，而且并且要坚持在那个目标上面。对，因为其实我们很容易被自己的一个像是习性的东西，然后把自己拉下来。对，虽然知道目标是那里，可是我们常常就是反复往返我要跟不要之间，但是不是很专注在我想要的目标，然后并且相信我相信什么就可以吸引什么这一块。而且人在做事情的时候，你即使想相信你得到目标，可是你在做的中间很可能因为回馈不多或是没有自己期待中的结果，你就很容易再怀疑自己，然后那专注力相对就被破坏。会想说我的目标是不是错了，甚至是我会不会太自以为是自不量力，这样就通常有大部分我觉得是很多自我怀疑的分散你的所谓的专注力。对，因为我们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的意念其实不够那么强化到说我们能够相信就是会达到。我之前有看，我忘了是什么影片，他的意思是说你如果想要一个目标，比方我想要买房子好了，绝对不是一个我想要买房子，你最好去把你想象中的房子贴在看是笔记本或是有一个电脑里的笔记本，你要有具象化在你脑子里，我想要几房的对，有采光的，就非常明确的东西，你比较不容易被中间这些怀疑啦，觉得自己不够格等等的状况去拖住。因为其实你有一个很具象，我就是要这个，对，会比一个比较空的，比如我要一个房子，我想要结婚或者是我想要交男朋友，或者是我想要交女朋友，可是条件其实没人，很多人就是要不烟不酒，都是还是不烟不酒，
然后什么就都还是不能做的事，可是你要的什么你不敢要。对对，就是对你自己想要的那个目标，你其实没有提出一个比较明确的，比如说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条件的，对，明列出来什么东西是你要的。会不会有些人其实会觉得自己不配得这些想要的东西？对，所以他不敢很直接的说，或是那么明确的说我想要什么。可能他会觉得他要的东西会不会是跟自己目前的状况差距太大，对，然后所以他其实对于自己比如说自己的目前的状况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对，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要显化的一个条件里面，可能也要照见自我的部分。对，就是对自己的目前现在的状况应该是要非常的清楚，而且要对于现在当下应该是要什么样子的作为，应该是要比较清楚的。我突然想到，我曾经有过比较接近显化的，是我家后院是开放的。你是要显化后院开放？因为我每天都要扫落叶，扫得我很痛苦。然后它有一棵很大的榕树，然后因为我家的狗如果落叶多，它就不想去尿尿，然后它就湿湿的，要不然就下雨，它就拖着不愿意去上车，我就要下雨再把它带出门去遛，就不能偷懒。要不然就是树叶稍微再多一点，它就连出门他就坚持我一定要带它出门，不然有时候我太晚或什么，它也不肯先去尿一下，它就会憋。它就变有点斗志这样。对，那我都会觉得我已经有一个这么大的后院给你，你为什么还要给我挑这个落叶挑东挑西？到底在挑什么？有一些狗可是没有后院的，对，但它听不着，它非常的傲娇，它很坚持，它很傲娇。有几次我真的，因为它每次一扫，甚至因为那个落叶像冬天或者是秋天或是换季的时候。它掉下来是真的很多，我如果扫的话2-3天扫可以扫到大黑色塑胶袋3袋，因为是真的很大一棵榕树。所以你要么就是请仆人，要么就把树砍掉。对，我是有阿姨1个礼拜会来帮我整理家里一次对，可是那个树那个量还是等到阿姨来，她其实会有2-3天她都尿不干净或是不想出去，所以我就变成是天气好的时候我要扫一扫这样，可是有时候下雨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麻烦，就没有扫。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就在想说我到底在坚持什么？就我明明喜欢这个后院是因为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然后有树有植物有天空，这些很天然的环境是我相信狗狗跟我都喜欢的。那明明有植物这件事情就一定会有落叶，因为它就是一个无常，它就一定会有生灭这件事情。对，我明明也知道，那问题就它植物没有问题，它会落下来是正常，是我的问题。我为什么这么不接受这件事？我又不是说摆着我不理它，我自己可以忍受得了，我觉得无所谓。其实我也不喜欢这样，可是我到底跟自己过不去什么？后来有一天我就想说，好啦，反正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扫落叶，不然我就干脆乖乖的早上醒来，我第一件事就先去把它扫起来，然后让我们家的狗可以好好的上完厕所，然后我清完，就是一天我乖乖的时间都像每天早上刷牙一样，我把它固定下来，不要觉得那是一个不舒服的事情，它变成一个习惯。所以我就真的是开始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扫落叶，我这样扫了快1个月。然后去年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台风吗？结果呢？那棵榕树就被劈倒了，它整个断了，死掉了。所以呢，你觉得就再也不用扫了1个月而已，帮你解决了。对，我就后来想说，我是没有期待他说他死掉，我很抱歉他死掉，
但不用扫落叶这事情。突然觉得解脱。对，我一直希望他用什么方式让我不用再这么累，不要再扫落叶，就不管是神佛还是任何神秘的力量，反正直接把这棵树移除了。所以我后来发现，你想要的显化，或许有时候是在你最想逃避的那一块的那条路上。就是你想要的结局，就是你不想走那一条路。你最好的结局是在那里。有时候我会觉得你刚刚讲的，就是你对于现在状况的，就是其实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实相，就是他现在目前的状况。那你不管你有没有接受，但是如果你越是不接受，你就会有逃避嘛。那逃避不见得你就能够达到你要的目标，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去观察或了解你现在当下的整个状况。对啊，因为我后来发现这些生命本来就是我们知道的，也一直都了解，问题不在他在我到底在拦什么？而且我为什么一定要积个2-3天很多再这样扫？我如果每天早上就这样赶快扫，其实就大概1袋。对，那1袋然后晚上丢掉，其实也还好，就也没有那么夸张，但就不要拖的意思。那后来其实我每天早上这样扫，其实就是大概10分钟以内可以完成的事。对，就其实没有那么辛苦，只是说扫地麻烦而已，但也没有到那么辛苦了。就那个不知道那种讨厌做家务的心里过不去。所以我刚刚讲就是我们有时候在祈求一样东西的时候，你也是要关注你自己的身心的一个变化，对不对？然后那个就是一个当下的状况，就是其实有点像佛家讲的那种正念。就你对于你自己评估自己现在的状况跟到目标的状况到底要怎么走。对，我觉得那如果像幸运的像你一样显化出来的结果就是免除你的烦恼，但有点可耻的都是这种小事儿生活琐事。没关系啦，我都连座位都可以扫落叶跟找车位搞半天就是这些小事。对，可是我觉得这个心态其实蛮重要的啦。就从这种小事可以看出来，就是我们其实也有在运用说要怎么样显化。对，那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虽然不是说你期待说那个树会怎么样，不要掉落叶，可是你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行动。对，我觉得还有，我觉得很奇妙的是，当你比方说我很讨厌落叶这件事，扫落叶，可是当你不再讨厌它，或是接受这件事，好像事情就是剧本就换了。对，你接下来的剧本走法演法就完全不同。所以我觉得在所有显化里面的所有的秘诀里面，我觉得行动应该是最重要的一环。对不对？因为绝对是对，因为我们不是说什么事情你想一想它就会完全按照你想的想法出现，不然每个人就想说那我要100万美金。对啊，所以有一部分你要相信你自己值得，你自己够好，对不对？不然你很容易会觉得啊，我凭什么？对，常常会有人觉得说我凭什么得到这么好的伴侣？对不对？有时候会觉得好像这么好的人好像永远不会来我身边一样。为什么？就会觉得我跟这样的人在一起配不上啊，或者说也会有比如说对方可能家境不错，那你可能就会开始担心你们之间相处的过程，如果他真的是你的另外一半的话，你又会担心说我们相处之间会不会有什么金钱上面我可能没有办法，比如说在经济上面没有办法跟你一样的那么好啊，那我们相处之间可能会有什么问题之类。可是人跟人相处
即使同一个阶级出身的人，都还是需要磨合。对啊，就想太远。OK， 所以不管怎么样，行动比思考，你要思考不是说不用思考，但思考跟行动的比例要差不多了。第一个我觉得专注力，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行动，然后还有配得感，这样子，这些都是我们要实现我们的祈求，让它显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我觉得是秘诀啦。对，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应该对你自己的语言先有一个，因为我觉得语言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东西。通常我们会按照你自己说过的话来做，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像你可能先发愿，你说了我想要怎样，那接下来这个发愿其实是很强大，有这样子的心，那你的说明清楚你自己的意愿。我突然想到，我最近看到一个 IG 还是一个外国女生，她每天在镜子告诉自己我是瘦子了，她瘦了18公斤，真假的？真的，她光靠这样就瘦18公斤，她光是一直告诉自己我已经是我做到了，这样让自己把饮食跟作息都调整成一个真正成为瘦子的样子。这个要告诉很多人，很多人应该很需要。对，我觉得这样子会觉得，其实我觉得那有一种在你讲一天会觉得不好意思，第二天会还是不好意思，两个月好像就有点理所当然，第3个月就好像觉得我真的就是瘦子。对啊，对啊，搞不好你的整个身体还有身心就比较开阔，就会比较愿意接受这个变瘦的过程，不会那么觉得挫折。对啊，而且我觉得你一直讲清楚讲出来，你就会让你的大脑以为我真的就是骗他，对不对？对我觉得，然后因为我们不是讲那个吸引力法则都在讲能量嘛，所以这个就是很像是整个世界的能量，其实就跟你大脑的想法会有呼应。对啊，我觉得所谓的能量就是你很相信了，对，很相信，对，那整个就会创造出来的就是你想要的那个像那个情境。对，确实，对，那这个就是我们对于如何显化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会比较实际的做法。对吧 ？OK， 对啊，没错。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OK， 拜拜，拜拜。